袁大人，我那个夜间巡视路过此处。你怎么还没睡呢？我正要去找你，这是我写的状词，还请梁大人帮忙看看。白天我一直没有机会问你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不上告，只要守孝3年，秦宣会对你仍然死心塌地，届时秦家对你态度也会因为时间而软化。可是，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一旦闹得满城风雨，只怕秦家会对你更加误会几分。还是并非你的生母，为他赌上前途命运，值得吗？母亲的确不是我的生母，可她让我知道，我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有人在乎的。我想要读书写字，她便耐心教导；我喜欢公案话本，她便瞒着父亲为我搜罗。给刚刚补的书斋新出的新章，我知道你在追，去了贺家，看不到新章，是不是该抓到心？他给我的，是我在亲娘那儿都没有感受到的温暖。我原以为以后的日子还会很长很长，我可以一直陪着他，等他老了，我可以把他给我的所有爱都回报给他。但是现在，为他报仇，是我现在唯一想要做的事情。至于什么感情、男人、前途，统统不重要。其实大人，你才不应该把自己给卷进来。你为了我得罪了整个邱家，你跟敏儿的婚事想必只会平添阻力。6年前，我父亲也是被人所害。当时的我，只是一个侯门公子，没有任何权势能力替我父亲报仇。那时候的我，每日每夜都被悔恨和自责煎熬着，恨不得把老天捅个大窟窿。没有经历过的人，是无法感同身受的。我明白。除了措辞的问题，还有一个很大的漏洞。老太太为什么要害死你母亲？据邱家上下所称，她婆媳二人一向关系和睦，她没有杀人动机。如果他只是帮凶呢？邱家几方都与二房有所积怨，也许真凶就是他们其中一人，而老太太发现后，为了邱家的颜面，只能选择包庇。还有一点说不通，老太太既然和李正元勾结，说明她早知道事情，完全有机会对凶手敲山震虎，而不是推波助流。也许老太太有什么把柄被凶手拿着，可老太太一向城府深厚，顾全大局，她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把柄？你我二人这么猜测，自然不会有什么头绪。想要找到答案，需要进一步调查。我知道了，查药铺。那个李大夫既说我母亲是中了红花毒，那就从药铺红花的去向查起。不管从哪里查起，你现在要好好睡觉了。只有养好精神，
才能好好查案。可是这会儿我实在是睡不着，大人，能不能让我留在这儿修改状词、理理思路，这样我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也好随时请教大人。行，我正好也有公务没有批完，我陪你。母亲若是问起我去哪儿了，知道怎么说吧？爷，你不是不希望秋妍姑娘真的查出什么吗？怎么还陪她一起去啊？我不想看她伤心，但她执意要做的事，就算不赞成，我也会陪她做下去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不好了！夫人这会儿就突然心口疼，您快去看看夫人吧，我这就叫大夫。老爷，袁大人来了。袁主事一大早就来造访，何事之有啊？有件好东西，先给林大人看看。哦，林大人，这折子是要交给圣上的，万不可弄脏了。敢问我能为袁主事做点什么？但求主事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。放你一马不难，是这么大的亏空，林大人总得找个人担着呀。迪尔，开门！迪尔，我来了。刚好我早上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藕粉糖糕，还热着呢，赶紧趁热吃。我还吃得下什么糖糕啊？邱府出大事了，秋妍那疯丫头去了凤京府告状，一旦凤京府调查韩氏的死，你我都脱不了干系，到时候老太太也不一定会保我们。我好不容易背着你爹溜出来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可是我们能去哪儿？无论去哪儿，总之就要离开京城，日
越远越好。我从家里带够了寒战，足够我们日后开销了。可是娘，你在邱家苦心经营了10几年，受了那么多委屈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不就是邱家的家产能有我们一份吗？你就这么灰溜溜走了，太不划算了。再说了，那个风景府也未必能查到我们头上。提儿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可这是性命攸关，容不得半点侥幸。听话，我们今天就走，今天就出城。你们哪里都不用去了。四婶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你们是怎么知道这里的？我们查了京城所有的药铺，发现近期果然有人到处购买红花，其中一名药铺的掌柜提到此人下巴有个黑痣。我当时便想到是你。你在外留学，回到京中不在邱家露面，偷偷摸摸，原来是为着害家里人性命。接下来事情就简单多了。你不曾回邱府，大概住在客栈，面带黑痣，住哪儿一查便知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宋京，拿下。是。娘，现在你们可以说了。这事要怪，就怪秋敏那个丫头，她向老太太告密，让老太太知道了迪儿的真实身世。我写信将此事告诉了在外游学的迪儿，她这才偷偷回京，想着跟我盘算今后的出路。你们盘算的出路就是毒杀我母亲。二姐，你误会了，我买来红花，并不是想毒死二婶，而是说，是想坑害二位姐姐。迪儿把红花交给我，让我倒在梅子酒里，找机会哄你们两个喝下。不过我没想到是人命，只是想教训一下你们，因为我打听过了，这红花之毒剂量不大的话便不会死人，只是对女子的身体损伤颇大，严重者终身难以怀胎。如你们所说，那我母亲又是如何被红花毒死的？这我实在是不知，我只是偷偷的把红花带回府中，藏在了房内。可是，一日她就不见了踪影，我不知道是谁拿走的，我又不敢声张。直到你昨天去跟老太太闹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你母亲是死于红花之毒。说来说去，你们倒是清清白白，没有一点罪过。那你今日跟秋迪跑什么呀？我就知道，我跟迪儿现在就算浑身是罪都说不清了。我们娘俩要是不跑，那我们以后还能活吗？米氏的话我一个字都不相信，凶手只有可能是他。我和敏儿毁了秋迪的前程，他必要报复到我母亲的身上。如果真是米氏，那他手里拽着老太太什么把柄呢？我目前还没想出来。还有一个疑点我一直想不通。李正元说你母亲描述的症状是邪热入里，但是脉搏却并无异样，这个该如何解释？除了最后的红花之毒，他们一定先前偷偷为我母亲喝下了另外的什么药，好制造出我母亲怪病缠身的假象。这样一来，最后病死也无人怀疑。那别的药在哪里呢？我的爷，你就让我给他们一顿鞭子吧，保管他们什么都招了。这不是批查出的案子，公安自有公安的规矩，即便要用刑，也只能在凤金府大楼之上。我们私下考核出的结果不仅不作数，反而会落个滥用私刑的罪名。既然已经有了米氏和秋迪购买红花的证据，又有了李正元的证词，我明日就去凤京府告案。只有逼着老太太出面和我当场对质，才有可能知道全部的真相。可是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问清楚，况且明日我还要御前朝议，不能再拖了。今日米氏和秋迪就险些逃脱，老太太见米氏彻夜未归，一定会有所警觉。你明日出朝便是，我自己去。不行，拖得越久，他们就越有时间掩盖罪状。爷，要不我陪秋妍姑娘一起去？嗯。
梁大人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梁大人，秋烟离家出走已有2日，不知栖身何处？秋烟住在劈柴处厢房，安然无虞。邱大人，请放心。好，如果秋烟有什么需要的话，请及时告知于我，我着人送过去。邱大人爱女情深，我一定会传达。不过，我还是要提醒梁大人，与大人有婚约的不是秋烟，而是秋明，还请大人多多为明儿考虑一些。传圣上口谕，今日朝议取消，宣劈柴处检校使梁毅御书房觐见。梁毅，朕听说这几日你未来岳丈家里闹得鸡飞狗跳，怎么回事啊？回圣上的话，邱大人的夫人撒手人寰，死因离奇，其女秋烟发觉蹊跷，离家产案，和家人略有拘余。朕记得邱家的2女儿曾经许配给贺家的公子，后来好像又退了亲。你这个大姨子很能折腾啊。臣听说，邱家2姑娘向来离经叛道，之前不愿为王府守节，现又上凤京府状告自己的亲奶奶。只是没想到，向来克己复礼的梁大人，竟然由着自己这位大姨子胡作非为，不仅将秋烟藏入劈柴处，还调动劈柴处的人马，查问满城的药铺客栈。视劈柴处如自家后院，是有公器私用之嫌。元清所言果真？是。大人，民妇晕了，还请大人明察。大人，邱老太太及邱大人带到。大人，老太太起来说话吧。大人，那红花是我叫人收走的。说下去。我家老四素来有手脚不干净的毛病，还曾到我房间偷过东西。我为防万一，安插了一个丫头在四房，以便观察四房的一举一动。正是她发现了米氏偷藏红花一事，第一时间告诉了我，我便让她偷拿了红花，交给我来保管。我本想处理完韩氏的后事以后，再好好的敲打敲打米氏，可没成想，秋烟这丫头横插一脚。这么说来，有最大嫌疑的就是老太太您了。我孙女儿口口声声说有人拿红花之毒害死我儿媳，可是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请大人借老身一套主句。上主句。常人都知道，取少量的红花可使女子滑胎，而更多的剂量可以使人致死。但少有人知道，
使人致死的伎俩，远远超过使人滑胎的伎俩。所以说，红花可以使人滑胎，但是想借此取人性命，老身想请问大人，看到这样一碗东西，有哪个神志清醒的人愿意把它喝下去？大人若是不信，叫来大夫一问便知。秋烟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那若有人强灌我母亲喝下毒药呢？童大人，若是我夫人被人强行灌下毒药，她临终之前定会告知于我，望大人明鉴。宁儿，若你还顾及烂颠父女的情分，便不要再胡搅蛮缠，跟我回去。我不许你再污了你母亲后世的清名。大人，民女还有证人。为我母亲治病的李正元大夫曾亲口跟我说，我母亲去世后的尸体有明显红花中毒的迹象，根本就不是什么癔症。所谓的癔症，就是老太太嘱咐她杜撰出来的。传李正元上堂问话。传李正元。草民李正元拜见大人。李正元，你亲眼所见韩氏的尸体上有中毒的迹象吗？你别怕，你只要把跟我说的话再如实说一遍，我一定保你平安。由本官为你做主，但说无妨。回大人，小人并未曾说过韩氏是死于红花之毒。那邱老太太可曾让你杜撰韩氏的病情？也没有。你明明之前就说过的呀！请大人为小人做主呀！之前都是因为秋烟姑娘和劈柴处的梁大人对小人威逼利诱，甚至拿小人的女儿想要挟，小人被逼无奈，吓破了胆，这才顺着他们的意思说了一番胡话。你可知公堂上说谎的后果？小人知道，但是小人所言句句属实，并未有半句虚言。梁毅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臣不忍心见准岳母死因不明，一时糊涂动用了劈柴处的人手，实在无话可说，请圣上降罪。你是跟邱家定了亲的，举手之劳帮个忙，也是人之常情。但是下不为例。邱家姑娘在服孝期间，你不许再插手邱家的家事。起来办。谢圣上开恩。那梁大人用郎中的女儿威胁人家做伪证，是不是也该有一个说法？我现在就让人把李正元的女儿放了。不必了，我已让人去了。刘公公，爹，孩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李正元，你女儿我可是完完整整的交给你了。宋锦，一会儿案子审完了，让人家父女俩回家，不许拦着，听见没有？是。暂已招人入籍，本官就此定案，以正法纪。邱烟状告邱府族人谋杀其母一事，纯属诬告。根据律法，无亲必成。本官罚你20大板。大人，邱烟因为丧亲之痛而不能自持，所以才闹到这里来。20大板对一个姑娘家来说，实在有点太重了。老身实在于心不忍，还望大人手下留情。既然邱老太太开口求情，也罢。本官念你痛失炫词，就免去你皮肉之苦，罚你到邱府门口背诵孝诫1000遍，以儆效尤。回堂。
谢大人开恩。母亲，胸口好些了吗？幸好有你在这儿。爷，不好了，凤姐。什么？哎，胸又痛了。母亲，您就别装了。自从你姨妈遣人来说秋妍告发自家老太太，我就知道你坐不住。我不允许你去趟这趟浑水。哎，站住！你要是今天敢迈出这道门，我就让你父亲打死你。随你们处置。你。跪下。对吧？秦轩，哎，秦公子，律法森严，还是不要自讨没趣了。我没事儿。秦轩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我陪你一起。快背。为父母者教子女，为子女者孝父母，长幼有序，顺天理，无大无小，枉为人。父母若战，不可坐；父母若行，不可先。父母之命不可背，父母之名不可呼，父母之事不可怠，父母之责不可变。你们俩还站那干嘛呢？把门关上。若在不可迁。是大姑娘。自己做错事就应该被罚。父母怨之，更须孝；日日反省，不可废。子孙万代，永轮回。为父母者教子女，为子女者孝父母，长幼有序，顺天命，无大无小，枉为人。父母之命不可背，三姑娘，之名不可无。夫人现在不在了，姨娘一点也不疼二姑娘，说嫌丢人，都不肯来看一眼。现在连个能说情的人都没有。三姑娘，你去求求老爷吧。姐姐最是要强，让他跪在这认错，肯定比杀了他还难受。但这是凤京府的责罚，不去也是白去。父母爱之不可骄，父母怨之更须孝。日日反省不可废，子孙万代永轮回。为父母者教儿女，为儿女者孝父母。长幼有序，顺天理，无大无小，枉为人。父母之命不可背，父母之名不可污，父母之事不可怠，父母之责不可变。父母若立，不可坐；父母若行，不可先；父母若在，不可迁。父母爱之不可骄，父母怨之更须孝。日日反省不可废，子孙万代永轮回。秋叶，已经1000遍了。喂，已经1000遍了，这还差2遍吧？秦公子，你可别骗我们。我一遍一遍数得很清楚了。算了，秦公子说1000遍就1000遍吧，我们回去交差吧。秋叶。姐姐，秦大，我们把姐姐扶回去吧。秦淼哥没事吧？是。秋叶，就拜托你了。
把二姑娘扶进去吧。三姑娘，来人，慢点儿。燕儿，母亲，母亲，你回来了。燕儿，疼不疼？你还小，疼了要知道喊疼。母亲，只要你陪着我，多疼都没关系。燕儿，娘不能陪着你，你以后要照顾好自己，遇事不要逞强，知道吗？照顾好自己。母亲，照顾好自己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我怎么回来了？你晕倒在门口，这清代和秋敏把你抬进来的，要不你还继续折腾呢。我说你，一个姑娘家，怎么就不知道害臊呢？过来吃东西吧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李正元受人胁迫，当堂翻供。我要去告御状。哎呀，你这是好的伤疤忘了疼，在门口受罚还不够啊！哎呦，臊得我一下午都不好意思出门。哎呦，妍儿，你嫡母是死了，可你亲娘还在啊。她跟你不一样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就算不一样，也是我比她强。不许你这么说，母亲。你以为你那嫡母是世上最高贵、最温柔的女人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她不过就是普通女子，甚至还比不上普通女子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就说，你做梦也想不到，你那自认高贵的嫡母，其实一直背着老爷